波兰否决对乌援助法律，星链服务将终止，援乌力度大幅下降，这是要亲自下场单挑俄罗斯。多国公布对乌援助，德国将每年援乌90亿欧元。乌丹历史性协议，丹麦工厂将建立乌克兰国产武器生产线，这有什么意义？在俄罗斯最需要支援的情况下，白俄选择了背刺，并且在阿拉斯加峰会之前，卢卡申科还与特朗普通话，双方交谈甚欢。白俄这是要做什么？精彩资讯马上开始。在6月份的波兰总统选举中，卡罗尔·纳夫罗茨基以微弱优势获胜。8月6日，纳夫罗茨基接替安杰伊·杜达正式就任波兰总统。问题在于，杜达是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者，而纳夫罗茨基不是。就火力军来说，纳夫罗茨基的任期标志着波兰乌克兰关系的转折点，事实也正是如此。就立场来看，纳夫罗茨基支持乌克兰的主权，谴责俄罗斯的入侵行为，但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无条件支持乌克兰。波兰实行议会制度，虽然总统的权力主要是仪式性的，但可以否决议会提出的立法。现在纳夫罗茨基出手了。欧洲真理报报道，纳夫罗茨基否决了继续向乌克兰人提供援助的法律。按照纳夫罗茨基的说法，在乌俄战争的当下，波兰的战略利益没有改变，俄罗斯是安全的最大威胁，但金融和民心领域发生了改变。乌克兰公民援助法将于9月30日到期，按照原来的计划，援助时间将进一步延长至2026年3月4日。在此之前，波兰会向远离战场的乌克兰公民提供临时保护，但纳夫罗茨基否决了这一法案，这也会影响乌俄战场。该法案包括资助星链终端设备。纳夫罗茨基否决援助法，也就意味着波兰将无法为乌克兰的星链服务提供资金。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乌克兰收到了超过5万个星链终端，其中波兰提供了近3万个，这是所有国家中贡献最大的，每年的服务费用达到数千万欧元。当前的乌俄战场，星链就是前线士兵的生命线，波兰停止提供服务等于帮助俄罗斯。之前美国停止与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导致乌军丢掉库尔斯克的大片土地，这次换成了波兰。与美国停止情报共享不同的是，这次乌克兰有足够的准备时间。由于星链的不确定性，乌克兰很早就开始寻找替代品。在7月份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称，丹麦将通过欧洲防务局向乌克兰提供防务行动所需的卫星通信服务。此外，波兰停止向星链提供资金，其他欧洲国家或许会填上这个窟窿。就当前的情况来看，纳夫罗茨基的态度就是波兰不再参与乌俄战争，与美国的态度类似，这点与图斯克的想法完全相反。只可惜在波兰这边，总统还是有权利的，无论图斯克想做什么，纳夫罗茨基都能插一手，直接否决3点。二者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支持扩充军力，买防空系统，扩大军队规模，毕竟要直面俄罗斯的压力。不过我们很早之前就说过，欧洲帮助乌克兰就是帮助自己，只要乌克兰能抵御俄罗斯的进攻，或者是击败普京，欧洲就是安全的。纳夫罗茨基拒绝援乌，这是觉得自己实力足够了，要单挑俄罗斯吗？此外，波兰国防媒体 Defense24 证实，乌克兰黑鹰直升机在波兰上空被发现。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表示，这次飞行是在与波兰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进行的。言外之意就是，这事我知道，大家别乱猜了，但其目的和性质并未公开，仍然是机密。在乌克兰这边，唯一拥有黑鹰直升机的就是国防情报总局，目的大概是调查俄军无人机。在此之前，一架身份不明的无人机在波兰的玉米地坠毁并爆炸，距离华沙仅40公里。尽管波兰武装部队司令表示，雷达系统没有记录到来自乌克兰或白俄罗斯侵犯波兰领空的行为，但消息人士表示，无人机残骸与俄罗斯见证者无人机一致。俄罗斯无人机入侵他国领空也不是1天2天了。2023年的时候，俄罗斯一枚 KH-55巡航导弹就坠毁在波兰境内。罗马尼亚也面临类似的情况，多次起飞 F-16战机拦截俄罗斯无人机。立陶宛这边，俄罗斯无人机入侵领空的行为更频繁。乌军这次前往波兰，或许是因为这事。除了波兰政府，波兰公司也有骚操作，违反制裁，从俄罗斯购买直升机备件。根据媒体报道，一家波兰飞机工厂与俄罗斯国防工业合作，进行直升机的现代化和维护。这家波兰公司就是1号军事航空工程飞机场，主要为波兰武装部队和私人客户提供服务，比如米2、米8、米14和米24的维护。近年来还使用西科斯基、阿古斯塔维斯特兰欧洲直升机公司生产的直升机。根据媒体的揭露，在2022年1月20日，该公司通过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将超过 92.6 万欧元转入俄罗斯直升机公司的账户，在1月26日又支付了 31.9 万欧元，俄罗斯总共收到了约120万欧元。情报组织表示，这些付款表明违反了制裁制度。俄罗斯国防工业在战争之前获得了财政支持。
当然，就这点钱根本不值得情报组织特意调查揭露。火力军估计，这是因为波兰政府态度的转变，欧洲各大情报组织开始翻旧账了。如果波兰还是这个态度，之后欧盟与北约开会，波兰就要和匈牙利坐一桌了。至于波兰换新总统减少对乌援助的影响，火力军只能说有，但并不会影响大局。在欧洲援乌的大环境下，波兰不可能也不会独善其身。就比如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这方面，即使波兰不会向乌克兰派兵，但是为维和任务提供基础设施和后勤肯定少不了。在对乌军援方面，多一个波兰更好，少一个波兰也不会导致乌克兰输掉战争。目前欧洲各国已经公布了新一轮援助计划，德国更是宣布未来每年向乌克兰提供90亿欧元。在乌克兰独立日当天，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来到基辅参加了庆祝活动，并公布了6月7国集团峰会上加拿大对乌克兰援助的细节，金额达到了20亿加元，其中8.3亿加元将用于为乌克兰采购装备，包括装甲车辆、武器弹药和无人机等，还有6.8亿加元用于采购美国武器援乌。在对乌克兰安全保障方面，加拿大不排除派遣部队进入乌克兰参与维和行动。根据欧洲真理报报道，德国承诺在未来几年内每年向乌克兰提供90亿欧元。按照德国副总理拉尔斯·克林拜尔的说法，普京必须意识到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减弱。北欧也有新援助，挪威首相斯特勒宣布将继续支持乌克兰防御俄罗斯，2025年为乌克兰提供8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2026年拨款85亿美元援助乌克兰，其中49.5亿美元用于在国际市场上为乌克兰购买武器。在此之前，挪威还宣布与德国合作资助2套带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并购买亨索尔特雷达和孔斯伯格防空系统。丹麦这边则是与乌克兰签署了一项历史性协议，要在丹麦建立乌克兰国防生产线，生产博赫达纳榴弹炮、弹药和无人机。这不仅可以加快武器交付速度，也能加强欧洲的安全。在战争之后，生产线也能保存下来。当然，重点还是保证乌克兰国防工业的安全，毕竟俄罗斯再怎么狂也不敢直接空袭丹麦。根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的数据，从乌俄战争爆发一直到6月30日，乌克兰已经收到了3279亿美元的援助，加上全球120多个国家1500万个人捐款以及未公开数据，援助总额超过3300亿美元。从5月份开始，欧洲提供的军事援助就超过美国。7月至今，乌克兰又获得不少援助，通过 ERA 计划获得至少101亿欧元援助，欧盟援助40.5亿欧元，美国的军售都是欧洲出资，算下来至少获得200亿美元援助。进入8月，乌克兰获得的累计援助超过3500亿美元，具体数字不会比这个少，只会更多。全球超过100个国家都在支持乌克兰，而俄罗斯的盟友却选择背刺，比如白俄罗斯，在俄罗斯最需要支援的时候背刺俄罗斯。乌军无人机袭击俄炼油厂，这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新沙赫钦斯克炼油厂的火灾已经烧了好几天了。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的说法，俄罗斯损失了 17% 的炼油产能，目前不确定这些设施什么时候才会恢复运营，但大多数的炼油厂都遭到严重损坏，并长时间停止使用。毕竟炼油厂爆炸就意味着起火。巧的是，现在正是用油旺季，加上炼油厂遇袭，导致俄罗斯出现了燃料危机，油价也不断飙升。在2025年7月份，俄罗斯就禁止汽油出口，确保内部供应，但依旧不够。在8月初，一吨汽油售价超过 7.7 万卢布，但是到8月中下旬就涨到了 8.2 万卢布，比1月的价格高出 55%， 并且还在继续上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需求旺季，另一边就是乌俄战争。在前线地区，俄军有大量的装备需要燃料供应，而乌克兰却在不断打击俄后勤，窟窿进一步增大。按照俄罗斯政府的想法，等需求旺季过去，这种情况就会缓解。但问题在于，乌克兰的攻击不会停止，俄罗斯的燃料危机只会越来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就需要盟友帮助，赶紧送点油过来，比如白俄，可以部分弥补俄罗斯的燃料短缺。不过白俄罗斯选择了背刺，卖给俄罗斯不可能，这家伙太穷了，给的钱太少。将一吨汽油卖给俄罗斯，售价还不到1000美元，但是卖给印度、非洲等国家，价格可以达到1300美元至1900美元。有钱不赚王八蛋。于是白俄就把俄罗斯抛弃了，真是塑料兄弟呀。顺带一提，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在阿拉斯加峰会开始之前，特朗普还与卢卡申科进行了一次通话，双方进行了友好的交谈。卢卡申科邀请特朗普及其家人访问白俄罗斯，特朗普也答应了。这是媒体报道的事情，肯定还有那些隐藏起来的，比如通过卢卡申科得知普京的态度，或者其他机密。只能说卢卡申科的演戏天赋很好，之前还公然嘲讽特朗普，现在又好上了，里面有什么秘密一想就知道。白俄罗斯现在过得不是很好，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厉害，需要一个突破口，刚好特朗普出现了。
巧的是，特朗普也需要增加在俄罗斯周边的势力，双方一拍即合。普京很难受，自己的盟友不帮自己就算了，还跟对手一起玩，但普京又没办法指责卢卡申科，这样做就是将白俄罗斯推向美国，只能选择闷不吭声。为了缓解郁闷的情绪，普京成立了一支新部队。根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俄罗斯生化防护部队已经正式成立无人机分队，这些无人机主要执行3防侦察任务，包括监控战场环境、布设气溶胶伪装层、对装备进行特种处理，以及对人员进行卫生消毒。俄媒体表示，当前俄军正在大规模推进无人机部署工作，3防部队自然被纳入这一进程。值得注意的是，在执行干扰作业与化学污染侦察时，无人机非常实用，这些无人机能够远程完成检测，避免人员暴露。同时，无人机成本也远低于传统3防车辆，这将有助于部队快速扩大装备规模，未来还将出现地面机器人平台。中东方向除了加沙之外，真主党又开始跳了。当地时间8月25日，黎巴嫩副总理麦特里再次呼吁，希望以色列方面遵守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早日停止对敌空袭，并尽快撤出黎巴嫩境内。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以色列撤军的前提是黎巴嫩政府军完成对真主党武装的解除。如果黎巴嫩政府军能逐步解除真主党武装，以色列也对等采取阶段性减少驻军等方式，从而推进停火协议的落实。不过声明中并未提及以色列会不会完全撤出在离境内的所有部队。针对以色列方面的言论，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发表讲话，表示拒绝武装，重申反对任何分阶段放弃武装的想法，认为在以色列履行停火协议之前，此类讨论为时过早。与此同时，卡西姆称真主党的立场是与黎巴嫩政府军合作，或许是为了避免战火烧到自己身上，美国加速撤离部队。根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美国突然决定从伊拉克境内2个军事基地撤出所有兵力，其中包括位于伊拉克安巴尔省西部的阿萨德空军基地。报道表示，美军正在将2个基地的兵力转移至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埃尔比勒省与附近的阿拉伯国家。消息人士表示，美军将加快撤军进程，不会遵守美伊2国框架协议内的时间表。另外，根据库尔德斯坦24网站援引伊拉克高层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此次撤军命令是由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发布的，撤离工作已经从24日开始执行，目前正在分阶段进行，预计将在数天内完成所有兵力撤离。在2024年9月27日，美国与伊拉克政府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军在伊拉克打击极端组织的军事任务将于2025年9月底结束。当时美军拒绝透露撤离人数以及是否会继续在伊拉克驻军。不过路透社表示，驻扎在阿萨德空军基地的多国联军所有部队将在今年9月底撤离。在其他地区，美军的演习则是一个接一个。根据法新社报道，8月25日，印度尼西亚与美国当前开启联合军演，代号为超级沈鹰之盾。报道表示，此次演习规模创下历届之最，将有4100余名印尼士兵与1300名美军参与。此外，还将有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法国、新西兰以及英国在内的11个国家士兵参演。此次演习将在印尼首都雅加达、苏门答腊岛以及廖内群岛多地展开，持续时间为1周。演习内容包括参谋指挥演习、网络防御演习以及实弹演习。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表示，今年的超级沈鹰之盾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演习，将有助于各国提升威慑力。欧洲这边，北约在芬兰举行特种部队演习。根据俄新社报道，北约举行的国际特种部队演习在8月25日拉开帷幕。此次演习将在芬兰全境展开，预计将有1600人参与演习，持续到9月12日。根据芬兰陆军此前通报，乌蒂拉兵团将于8月25日至9月12日举办代号南方狮鹫25的国际特种部队演习。此次演习将检验北约各国特种部队在北欧环境下的联合作战能力。芬兰陆军表示，此次演习将使用乌地列兵团的 NH-90 运输直升机、MD-500 轻型直升机以及 F-18 大黄蜂战斗机，其他成员国也将派出飞机参加演习。在美国本土这边，特朗普要拆解冷战核弹头，将其转成核电燃料，这能做到吗？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拆解冷战时期的核弹头，将其中20吨的钚提供给美国电力公司作为核反应堆的燃料。这个计划已经准备很久了，在5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政府停止现有的大部分不稀释和处置计划，而是将其作为核燃料，以极低或免费的方式提供给电力公司。不过这些公司需要承担运输、设计、建造、退役并回收相关设施。总而言之，就是我把钚给你，但是期间产生的费用我就不再管了。
就目前来看，这项计划还处于草案阶段，部的数量、企业和责任以及具体时间都是未知。未来或许会有变化。美国能源部也没有否认报道内容，仅表示根据特朗普的命令，正在评估多种策略，以加强国内核燃料供应链，其中包括钚。这事儿能成的话，自然是皆大欢喜。AI 兴起之后，美国用电量激增，电力需求上升，有了核燃料，刚好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在2000年，美国还与俄罗斯签署了防扩散协议，承诺处置34吨武器级钚。报道中提及的20吨钚，就是从这一库存中提取，将这些需要处理的钚当作核燃料使用，也算是废物再利用。在此之前，美国的钚处置计划就是将其与惰性材料混合，储存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实验性地下储存点，也就是废物隔离试验工厂。根据美国能源部的估计，掩埋这些钚大概会耗资200亿美元。如果能将其转换成核燃料，不仅能省下处理费用，还能保证美国的电力供应。不过问题在于，这事儿其实挺难的。美国政府之前干过这事儿，将钚转化为混合氧化物燃料，但是失败了。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终止了这一项目，称其成本将超过500亿美元。由于出生率低，韩国达到义务兵役年龄的男性人口急剧下降，这导致在过去6年中，韩国军队规模大幅缩减了 20%， 从2019年的56万人减少到2025年7月的45万人，6年间减少了11万人。士兵越来越少，那就要想办法维持战力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韩国也要建造无人机航母了，打造一支以无人机航母为核心的舰队。根据媒体的报道，这项倡议为海军海洋幽灵，通过大量部署无人机系统解决人口问题。韩国海军提交的报告指出，未来的海军战斗群将围绕着一艘能同时操作有人与无人飞行载具，并可以执行2栖突击任务的无人机航舰，与土耳其的无人机航母类似。按照韩国的想法，在未来11年内设计并建造一艘3万吨级无人机航母，现役的2艘独岛级2栖攻击舰独岛号与马罗岛号也将进行升级，使其具备操作无人机的能力。为此，韩华海洋与 HD 现代重工已经出手了。在韩国国际海事防务产业展上，韩华海洋推出了一款新型人机协作舰船，名为幽灵指挥官2号，排水量42000吨，设计目标为同步操作无人系统与直升机，执行海上监视与侦察任务，部署打击武器及2栖投送力量，使其成为分布式舰队行动的指挥部。HD 现代重工展示了 HCX-23 Plus 15000吨级的无人机母舰，属于无传统舰脑的平整飞行甲板，并透露正在开发一款32000吨级的舰船。无论是韩华海洋还是 HD 现代重工的产品，看起来都很帅，但能不能造出来那就两说了。为了配合海军，韩国航天工业公司宣布开发一款专为航母设计的喷射动力无人机，具备隐身设计，强化起落架与拦截索挂钩，并能搭载 AESA 雷达、欧洲 MBDA 公司的流星导弹，使其具备远程空战能力。具体会发展成什么样子，火力军很是期待。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波兰之后会转变态度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